5月9号上午，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等多地举行卫国战争胜利79周年阅兵。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乌克兰危机延宕的背景下，今年红场阅兵的规模较往年缩减。但作为普京宣誓连任第5个俄总统任期之后的首场阅兵，仍受到外界高度关注。За Россию, за победу! Ура! 莫斯科时间的1945年5月9号，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至少19个国家在5月9号庆祝二战胜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的胜利日阅兵活动上发表讲话，指出，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全球性对抗，但同时也不会允许俄罗斯受到任何威胁。普京还表示，俄战略力量始终处于战备状态。我们知道他们有这样的野心，但俄罗斯不会屈服。阅兵式上，仪仗队举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步入红场。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和陆军总司令萨柳科夫乘车检阅部队，现场士兵高喊乌拉。克里姆林宫通报，今年有8位外国领导人出席红场阅兵式，他们分别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老挝和几内亚比绍的领导人。前5个国家都曾是苏联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有约1万俄军官兵参加胜利日阅兵。受阅装备125件，今年的阅兵规模小于去年，受阅人员减少约10%，为约9000人，而受阅武器装备数量不及去年的一半，仅有61件。此外，俄罗斯勇士雨燕空中特技表演队也参与阅兵。参加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前线战士代表方阵也再次接受检阅。按照传统，参与阅兵的军事装备打头阵的依然是 T-3485坦克，这也是本次阅兵中唯一一辆坦克。对俄罗斯来说，它就是卫国战争胜利的象征。其他军备还包括虎式装甲车、台风 K 装甲车、VPK 乌拉尔装甲车和回旋镖装甲运兵车，以及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系统、S-400凯旋防空系统和亚尔斯战略导弹系统的发射车。其中，台风装甲车是俄军最先进的轮式装甲输送车，拥有良好的防御能力，能抵御地雷和轻武器的袭击。社交媒体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就有大批台风系列装甲车投入前线，尤其是在基辅方向。配备台风装甲车的俄空降兵频繁在各大媒体上亮相。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俄军受阅装备多为远程打击武器，例如打击半径为500公里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而 S-400凯旋防空导弹最大射程为400公里。亚尔斯战略导弹系统则是俄罗斯核威慑体系的重要装备，打击范围超过12000公里。射程400和500的这样的一个导弹，就是针对于乌克兰境内的一些基础设施作为它的这个打击目标，而洲际导弹更多的是应对北约出兵，包括法国出兵乌克兰对于北约的威慑，以及支持乌克兰的其他美西方国家的一种战略上威慑。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日俄国防部在莫斯科胜利广场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武器装备展览，吸引大批俄罗斯民众。展品都是从乌克兰战场上缴获的美西方武器，光是坦克就有32种，来自12个国家，包括德国豹2坦克和美国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等。此外，在5月1号，最新在阿夫杰耶夫卡战场上缴获的美制 M1A1SA 坦克、M88A2 装甲抢救车、M1150 突击破障车也被加急运到展览现场。据悉，俄方还宣布了针对北约成员国使馆人员的优待措施，他们无需排队就可观展。展览主办方还在装备上贴上其所属的国家的国旗。在帐篷展区，观众还可以接触到北约国家的小型武器和工程武器样品，以及乌军的无人机、通信设备等。Тут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ерьезная лобовая броня, ЧОП называется. Вот она почти до 1,5 метров.
комбинированная керамика, металл, вот,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наполнители. Но у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и есть абсолютно все средства поражения для поражения данной техники. Ну, как видите, машина полностью выгорела, и никакое это не чудо-оружие.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8号参观了战利品展览，称西方装备是无稽之谈，他对这些装备不以为然。钢材很薄，装备很沉，北约战士没有受过训练，他们没有参加过战斗。这样的一个展示，既有侮辱性，又强调了俄方在战场上的优势性。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额外的展示，俄方想向外界透露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不管是主战坦克，还是日后的 F-16，俄方都有能力将其缴获。菲律宾近期在南海挑衅不断，针对中方与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之间达成的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的仁爱礁运补新模式，连日来非多名高官矢口否认。就在5月8号，菲律宾主流媒体《马尼拉时报》却公布了中菲官员之间相关的电话录音和通话记录，狠狠打脸了马克思政府。 彭博社、路透社和菲律宾媒体7号表示，已获取中菲官员今年初达成仁爱礁运补新模式的电话录音和通话记录。菲律宾《马尼拉时报》8号更是在报道中直接公布了中国驻菲大使馆提供的通话记录脚本。 根据这篇题为《基于通话录音，非西部军区司令同意中国提出新模式》的报道，通话的双方分别为一名中国外交官与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海军中将。报道中附上的通话记录脚本显示，中菲通过商谈确实达成了仁爱礁坐滩菲律宾船只的运补新模式协议。协议涵盖4点内容，包括菲律宾方面确认 将会提前2天对仁爱礁任何补给任务通知中方，承诺只向这艘船只运送食品、水或其他人道主义物资。此外，双方在执行相关任务时采取1+1模式，即各派1艘海警船和1艘民用船，并在执行补给任务的过程中保持密切沟通。 深圳卫视注意到，通话记录脚本中除了中方陈述上述协议内容外，还包括一段中菲双方官员就具体内容反复确认的对话。卡洛斯3次表示“我确认协议内容”，并明确表示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国安顾问阿诺和总参谋长布劳纳将军等菲方指挥链所有关键人物都同意该协议。 报道还提到，2月2号，菲律宾方面采取这一与中方达成共识的新模式，执行了1次运补任务。当时，非武装部队发言人帕迪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菲律宾执行了完美的补给行动。 马尼拉时报这篇报道在菲律宾舆论场引发巨大震荡，包括菲律宾星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纷纷引用转载。深圳卫视注意到，在菲律宾媒体的评论区，一些民众留言表示，看来协议真的存在。 Carlos also allegedly said the agreement has the approval of Armed Forces of the Philippines Chief General Romeo Brawner, Defense Secretary Gibo Chodoro,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Eduardo Año, and another name which the transcript redacted. 此前一直咬定中菲从未就仁爱礁运补达成新模式的菲律宾政府和军方，在录音内容被菲律宾媒体曝光后，再一次跳出来表示否认。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外交部和军方的说辞有所不同。通话记录脚本显示，非武装部队参谋长布劳纳明明对协议知情，他却在8号晚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声称不会尊重中方的说法，不承认卡洛斯与中方就仁爱礁运补的安排达成一致。他还颠倒黑白称相关录音和记录都是所谓伪造。菲律宾外交部一方面跟随军方说法，声称通话录音未经核实，但另一方面又对外辩驳，只有菲律宾总统才有权批准或授权其他官员就南海事务与中方签订协议。有菲媒质疑，这是否意味着菲外交部间接承认通话记录脚本中提到的3名高官确实同意了协议？还有菲律宾媒体注意到，就在协议内容曝光的当天，负责与中方沟通的非西部军区司令卡洛斯开始休假。 Carlos went on leave after China's announced that the Western Command had a new model agreement regarding the management of Ayungin Shoal.
The AFP's orders only indicate Rear Admiral Alfonso Torres as acting in the position. 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兴向深圳卫视表示，通话记录一经公布，确实引发了非国内极大的关注。他认为，近段时间以来，马克思政府一面在南海挑衅，另一面又在中非君子协定新模式上发动舆论攻势，其实并不占理。而中方通过发布通话记录的方式，向菲律宾民众和国际社会撕开马克思政府的假面。这个新模式录音在菲律宾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近期菲律宾一直在南海挑衅，打破了过去与中方的默契，所以中国驻菲大使馆在这个时候发布这样的一个记录，是要让世人清楚菲律宾出尔反尔、不守信用。值得注意的是，率先爆出通话记录脚本的菲律宾媒体是非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之一，拥有100年历史的《马尼拉时报》。该报与非前总统杜特尔特关系密切，在其执政时期被认为是代表菲律宾官方观点的英文报刊。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5月，杜特尔特曾任命《马尼拉时报》的老板、荣誉主席丹特安敦为菲律宾总统国际公共关系特使。2022年卸任菲律宾总统后，杜特尔特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马克思政府开始倒向美国，在原本风平浪静的南海上频繁挑事。自去年上旬开始，《马尼拉时报》多次刊载杜特尔特表态，批评马克思政府搞砸与中国关系。实际上，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中非曾就仁爱礁局势管控商谈达成君子协定，有效确保南海局势和平稳定。君子协定不是秘密，杜特尔特此前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就曾表示，他在2016年访华之后，中方就对南海争端的关切做了妥善安排。2021年底，中非双方经密集沟通协商，正式达成君子协定。君子协定限制菲律宾军队、海警和其他官方飞机和船只进入黄岩岛12海里内，但是允许菲律宾渔民自由捕捞。在去年2月，马克思政府单方面毁约之前，中非双方一直遵守这一协定。非前总统阿洛约的发言人蒂格劳近日在《马尼拉时报》刊文，回忆起杜特尔特时期中非达成的君子协定，也赞赏有加。他写道：“中国与杜特尔特政府的这项临时特别安排是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模板。”蒂格劳批评，这反衬出马克思政府对中国的好战政策是多么愚蠢和毫无意义。黄栋兴向深圳卫视分析，马克思上台之后全然推翻君子协定，并矢口否认与中方就仁爱礁运补达成新模式的协议。除了有美国因素的影响之外，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内斗也是主因之一。马克思亲美，所以老杜当年的这个积极，现在在菲律宾一些政客的口中就成了一个卖国的行为。马可斯就是要打压杜特尔特，所以配合了南海这个跟中国的纠纷节节升高的这个态势，他要打压杜特尔特，现在就更有理由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香港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古尔拉姆的话指出，中国以往惯于使用一些私下达成没有法律约束性的非正式协议来临时管控危机。实践证明，这些协议在管控分歧、避免冲突方面也是有效的。但问题是，对于菲律宾来说，其违反承诺的成本很低，所以才会出尔反尔。古尔拉姆担忧，目前菲律宾政府拒绝与中国接触，正式协议难以达成之际，南海危机管控可能陷入真空状态，使得南海地区未来发生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也一直在利用菲律宾的这个地缘优势，在国内嘛，军方一直都是亲美的，在南海抗争中嘛，扮演一个很强硬的角色。所以目前这个态势的发展，菲律宾存心在这个南海要跟中国赌一赌，态度会越来越激烈。